同样，小朋友们，大人不好当的，时光不能倒流，但那些属于我们童年的声音却是一直都存在。他们写儿歌却又一点不低幼，像这样的歌曲，我们统称他们为校园民谣。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那些珍藏于大家记忆深处的经典童谣。老规矩，还是10首。你知道为什么听着会有种被净化的感觉吗？因为他们每一首背后都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。第10首《捉泥鳅》。池塘的水满了，雨也停了，天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，天天我等着你，等着你捉泥鳅，大哥哥好不好，咱们去捉泥鳅。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省曾掀起过一阵校园民歌风潮，那些普通学生们只拿一把吉他就敢上台演唱自己写的歌曲，而捉泥鳅就是侯德健在这个风潮之下写的第一首歌曲，这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首歌。侯德健是谁？你可能不认识，但他写的歌你肯定听过。他1978年写的歌曲《龙的传人》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别称。1983年的《九班倘卖无》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，这些歌曲的词曲作者都是他。而捉泥鳅起初是由包美胜演唱，后来卓依婷的翻唱让他传遍了中国内地的大街小巷。第9首《蜗牛与黄鹂鸟》。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，阿嫩绿的刚发芽，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，一步一步地往上爬。同样是诞生于台湾校园民歌风潮中的歌曲，由陈洪文作词，左宏元作曲。当时左宏元的工作是在广播电台弹钢琴，并制作儿童节目《快乐的家庭》，每周还要写一首儿歌发表在周刊上面，然后在广播的节目里面叫小孩唱歌，其中便包括这首《蜗牛与黄鹂鸟》。初到台湾的左宏元有感于台湾省儿歌虽然旋律很美，很有感情，但每一首歌里面隐藏着的那种悲伤和悲情的感觉令他相当压抑，于是他将那些歌曲全部打翻，写出了像《蜗牛与黄鹂鸟》这样的欢快并适合所有儿童的歌曲。后来银霞演唱了这首歌，并收录进了1979年发行的专辑《凉花草》中，而新一代的小孩们听到的已经变成了堂歌2版本了。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，阿嫩绿的刚发芽。第8首《采蘑菇的小姑娘》。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，今早晃着小脚丫，走遍森林和山沟。这首歌相当神奇，里面歌词唱出来和念出来的旋律相当接近。当时因为古建芬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念歌词，然后在念的语调中找音乐旋律。而古建芬其实还只是这首歌的第2任谱曲人。1982年，作词人陈晓光在河北看到一群采蘑菇的小姑娘，有感而发，写下了歌词，然后交给了一位向他约歌约了很久的作曲家谱曲。但这个版本并没有录制发布，因为文工团领导批评该曲描写了农村的阴暗面，要求陈晓光改歌词，但陈晓光并没有修改。后来歌词才来到古建芬手中重新谱曲，他的首唱者乃是当年的当红歌星朱逢博。第7首《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》。静静的深夜，星星在闪耀，老师的房间彻夜明亮。这首歌曲诞生于10年动荡刚结束之时，当时读书无用论在中国部分中小学中还并没消除，很多学生出现了不尊重老师、不努力学习的倾向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朝鲜族音乐人董希哲决定写一首歌颂老师的歌曲，四处求人写词的他最终找到金哲，金哲看到曲谱后激动不已，很快就写出了歌词。这首歌最开始是一首用朝鲜语演唱的歌曲，被崔斌把用朝鲜语写成了原曲，译配成普通话后火遍全国。第6首《小草》。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，从不寂寞，从不烦恼。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。这首歌曲起初只是音乐剧《芳草心》主题曲，向彤、何兆华作词，王祖杰、张国亚谱曲，首唱是方兴华，创作于1983年。他所传达的是一种大多数平凡人对生活的梦想与追求，以及面对生活种种困难时乐观豁达的态度。后来，战斗英雄史光柱与小草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在人民大会堂做英模事迹报告时，一曲小草唱遍祖国大地。同年，他应邀参加春节联欢晚会，从此他带着小草走进了千家万户。而至此，小草这首歌被赋予了
的特殊含义，它诠释了军人无私奉献的精神，让这首赞美普通人的歌曲升华为献给所有无名英雄的赞歌。第5首小螺号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好听了展翅飞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浪花听了笑微微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声声唤春归喽。小螺号滴滴滴吹，阿爸听了快快回喽。1980年，流行歌曲开始传入中国内地，邓丽君的歌喉影响了一代人。音乐人傅林从流行歌曲中发现了一片崭新的天地。同年，他受命为13岁的程琳制定适合的节目，于是他花了1个晚上，又是写词，又是作曲，又是配器，最后写出了这首小螺号。但是小螺号发行后，由于程琳非常接近港台歌曲的演唱方式，以及歌曲带有西方流行歌曲风格的伴奏，程琳与傅林受到了批评，一个受到处分，一个被禁止公开演出。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，80年代中期，中国的科技、教育、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，小螺号得以证明。在2008年，他还获得了改革开放30周年流行金曲勋章，成为文化改革中的标志歌曲。第4首橄榄树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，流浪远方。西域演唱的一首歌曲，由李泰祥作曲，三毛作词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最开始三毛为其写的歌词并不是橄榄树，而是为了梦中的小毛驴。如果就按这样来唱，这首歌的名字也许也要改为小毛驴。这样一来，那就更像儿歌了。但是作曲人李泰祥觉得这样唱起来不够好听，于是两人再三商量之下，最后将小毛驴改为了橄榄树。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经典作品，更多的是凝聚了三毛对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一种怀念。第3首心愿。湖水是你的眼神，梦想满天星辰，心情是一个传说，亘古不变的等候。成长是一扇树叶的门，童年有一群亲爱的人，春天是一段路程，沧海桑田的拥有。比起前代的歌曲，这首心愿无疑要年轻得多。它诞生于1994年，中学生王泽一好友要求以心愿为主题写一首歌，于是他用了20分钟就完成创作。可回头一看，说是心愿，歌词中却通篇没有心愿2字。可王泽并未修改，而是给歌曲名扣上了心愿2个大字。1996年，他高考结束过后，同3个好友录制了词曲，并由麦罗音乐公司以单曲的形式发行。一时间，歌曲以其清纯的校园民谣风格，打动了广大青年浮躁的内心，至此一代经典诞生。可惜这4个姐妹一出手就是王炸，炸完就消失无踪，几人近况至今成谜。第2首校园的早晨。眼见校园树新小路，清晨来到树下读书，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，也照着身旁这棵小树。校园的早晨是由高峰作词，古建芬作曲，王建石与谢丽斯演唱的校园歌曲，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。说个不算很冷的冷知识，这首歌可是辽宁大学的官方校歌，因为它的创作灵感正是来自于辽宁大学。高峰先生晨起到辽大散步，看到校园内的晨古景象，便触发了他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校园歌曲。后由著名作曲家古建芬谱曲，全国传唱。歌曲的旋律清新活泼，优美动听，现在再听却是有种淡淡的忧伤。故事的开头我们逛逛校园吧，故事的结尾我们还是逛逛校园吧。最后一首，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走过那条小河，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，她曾经来过。
这首歌又名《丹顶鹤的故事》，它不是校园民歌，也不是童谣，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徐秀娟。1987年，为了寻找失踪的丹顶鹤，年仅23岁的徐秀娟在沼泽地遇难。为了纪念她，音乐人解成强将她的故事谱成了该曲，并交给刚出道的朱哲琴演唱，成功助其夺得第4届新歌赛的亚军。该曲有着不同于情爱歌曲的人文哲学气质，以及歌曲中非常少见的环保意识，难能可贵。还有一群丹顶鹤，轻轻地